秋烈上，我突然墜馬，幸得三皇子相救，他卻因此傷了胳膊，以至於阿姐遇刺時，他未能及時護住阿姐，被太子所救。後來我被賜婚給三皇子，彼時不知他早已對阿姐情根深重，意欲求娶。成親後，我無意間窺見他的心思，他卻反過來怨我處心積慮。若非那日你穿了婉瑜的旗裝，我何至於將你認成了他，又出手相救？我本該救的是他，早知當初，我絕不會再出手救你。如今重回秋烈這天，阿姐邀我同去獵狐，我徑直拒絕了。不了，阿姐，我不去了。你若是要去，可以去西邊試試看，興許有意外之喜。姐姐嘆道：“聽聞昨日吳家千金抓到只白狐狸，皇上給了不少賞賜。”她停了一會兒，瞧向我：“還疼得重嗎？要不要喊太醫？”我擺了擺手：“不用，我躺一下就好了。”她也不再勸說：“行吧，待我歸來，也抓只狐狸給你看看。”姐姐正要離開，我出聲喊她：“姐姐，聽聞昨日吳小姐在東頭抓的狐狸，估計那塊已經被鬧騰過了。你能去西頭瞧瞧看，或許有別的收穫。”好辦，狐狸聰明，沒準早搬家了。他叮囑我好好休息，就出門了。我聽着他的步伐聲越走越遠，才慢慢躺回床上，滿身的虛汗這才滲出來。記得前世也是今天，我漏帶了祈福，姐姐就將她的借給我。我和她身材差不多，穿上那套衣服，離遠了看特別容易認錯。那天她也聽聞吳家小姐的事，樂呵呵往東邊跑了。我跟在後頭，尋思抓只野兔也行，沒想突然落了馬。三皇子謝雲正巧路過，順手救了我，他卻傷到手臂。當刺客從樹林衝出時，他手使不上勁，沒能第一時間保住姐姐，是太子擋在他前面，保住姐姐一命。往後姐姐做太子妃，我被指揮謝雲。洞房那天，他掀開紅帕瞧了一下，就借口手臂傷沒好全，去到書房睡了。最開始他只是疏遠，不跟我吃飯，不和我談天，連我幫他縫的衣服都被扔進櫃子積灰。我以為他天生如此，覺得只要用心，定能捂熱。甚至宮宴裡，我頭回瞧見他盯着姐姐的目光，那眼神熾熱滾燙，但姐姐毫無察覺，端杯對他笑了下。謝雲拿着酒杯的手竟在哆嗦。當晚回府，我問他：“你是不是早識姐姐？”他冷冰冰瞧了我一眼：“她是你阿姐，更是我的嫂子，我自然認識。”我沒敢深問，可心頭已經有疙瘩。之後我去書房給她端補湯，桌子上鋪着一張畫，畫裡女子側臉回頭，滿臉笑容。畫卷寫着2個字：婉瑜。婉瑜是姐姐的名。她推門而入時，我正拿着那張畫愣神。謝雲臉色大變，猛地搶過去：“誰許你進屋的？”“我只是送湯過來。”“我講過，書房不能進。”他握着畫軸，手指用力：“滾開！”打那起，他搬到書房，再沒跨進正房半步。直到在某個爛醉的夜晚，謝雲踉踉蹌蹌來到床頭，把我鋪在身底，一聲聲喊着姐姐的名號，句句多情，聲聲扎心。有次他稍微清醒了點，支着手臂瞧我，眼神中盡是痛恨。要不是那天你穿了婉瑜的旗裝，我怎麼會把你當成他，還費力救你？我本來該救他才對。我按了按酸痛的腦門，就在這時，母親進屋了。你父親本打算趁機讓你們姐妹去見見人，誰知你身體卻不舒服了。我靠在他的懷中，眼角泛紅。娘，我還小，您就這麼嫌棄女兒嗎？他嘆氣，撫摸着我的頭髮，小聲說：“娘怎麼會嫌棄你呢？只是怕你以後受了委屈，自己硬扛。”我眼眶一熱，差點掉下淚來。上輩子我出嫁後，每次回府，他都能察覺我心情很差。他好幾次在私底下悄悄問我：“三皇子是不是對你很差？”我每次都笑着搖頭說：“沒那回事，他對我很不錯。”這話倒也不算騙人，在別人眼裡，他確實對我非常棒。江南的甜點，嶺南的鮮果，蜀地的絲綢，塞外的貂皮，他找遍世間珍寶，源源不斷地搬到我屋裡。全京城的闊太太說到三皇子妃，哪個不誇一句運氣好？但他們不清楚，這些寶貝其實都給拆成了2半，一半留在我這，一半被編了借口，偷偷送去了太子那邊。江南送來的糕點得先讓宮裡面挑完，剩下的才輪得到我。嶺南加急運來的荔枝，我也就能吃幾顆，剩下的全得冰起来，打着弟媳孝敬嫂嫂的幌子，我親自端去給姐姐享用。我抱住了母親的腰，將臉貼在她的肩膀，低聲道：“娘，我不願嫁人，我要在家守您一輩子。”她樂出聲來，輕拍着我的背，又講胡話。正當此時，丫鬟諾莫跌跌撞撞跑了進來，面無血色：“夫人，小姐出事了，大小姐遇到刺客了。”我與母親立馬站起身，心瞬間就懸到了半空中。她不是去西邊方向了嗎？諾莫大喘氣，說話亂套：“是去西邊了，但半路上碰到了吳家小姐，不知為何發生爭執，2人吵着吵着開始跑馬，一路由西邊追到了東邊，剛好遇到了那群刺客。”我頓覺得頭暈目眩，明明早就變了姐姐的路，但這宿命為何又轉回了？姐姐受傷了沒有？我緊拽諾莫的手。大小姐並未受傷，僅僅是受了驚嚇。她咽了咽口水，
神態突然變得十分奇怪。反倒吴小姐受了伤，但是被三皇子救下，说是救，其實什么？母亲逼問。三皇子说是吴小姐特意导向他的。我一怔，特意导向他的。前世时是我落马，谢云出手相助，今生我并未去狩獵场，因此不懂发生了啥事。我思緒裡亂作一鍋粥，還未來得及琢磨，母親早就拽住我的手朝外走。走，去瞅瞅你姐姐。獵場東側的帳篷外聚了許多人，姐姐立在帳前，面無血色，衣裳上沾了些泥巴子，但瞧着確實沒事。她旁邊站着一個人，是謝雲。她關心道：沈大小姐真的沒有受傷，需不需要讓太醫來瞧瞧？姐姐後退一步，身份且禮貌。多謝三皇子問候，我沒事。講完便轉過身，視線穿過人群，放在另外一人身上。太子謝長黎正待在幾步之外，姐姐朝他靠過去，嗓音溫柔：太子殿下有沒有受傷？剛才多謝殿下相助。謝長黎稍微後退半步，口吻冷冷的：好在帶的護衛夠多，沒讓這幫刺客得手。沈大小姐不用掛心。他嘴上客套，退的那半步卻明顯在撇清關係。反觀謝雲，目光一直粘在姐姐身上，他走到哪兒，他的眼神就跟到哪兒。母親拽着姐姐從頭到腳端詳了好幾眼，語氣慶幸：好在你沒事，可嚇壞娘了。姐姐抓住母親的手，小聲寬慰了幾句。我待在一旁，視線在謝雲與謝長黎之間掃了一圈。反倒吳小姐被嚇暈過去了，太醫正在裡面看着呢。母親蹙了蹙眉：吳家這丫頭膽子也太小了。我剛想問當時發生了啥事，謝雲的視線正好掃了過來，眼神交匯了片刻，他目光一致，似乎沒猜到我會在這兒，接着便挪開了視線，又轉回了姐姐身上。就在這會兒，吳小姐甦醒了，強撐着身子跟在貴妃後頭走出來。她是貴妃的親妹妹，私底下兩人感情頗深，常常在後宮裡串門。不曉得她跟貴妃悄悄嘀咕了些啥，貴妃立馬發了話，口吻像打趣，又像是當真。老三剛剛救下舍妹一條命，要是你不介意，讓本宮牽個紅線，促成件美事。謝雲表情瞬間變冷。娘娘美意，微臣心領。只不過臣救人向來不求回報，倘若救個姑娘就要娶回家，那臣這些年搭救過的人數不勝勝數，總不能全塞進府裡。他邊說邊冷漠地瞥向吳小姐。再者說，今天這出鬧劇到底是碰巧還是做局，臣心裡門兒清。這番話說得相當重了。吳小姐本來身子就虛弱，被當面點破後，臉頰唰地一下紅透了，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，捂臉直哆嗦。貴妃面子上也覺得挺尷尬，安撫地拍了拍妹妹，閉了嘴。可謝雲卻沒打算就此收手，她猛地抬起頭，視線穿透人群，直直盯向我姐姐。臣早就有喜歡的人了，這輩子非他不娶。望海涵。這話一拋出，周圍猛地安靜了一下，大夥的眼神全順着謝雲凝望的視線看去，最後全死死盯住了我。我心臟猛地漏跳半拍，搞錯了，他明明盯着姐姐那邊，可因為我和大姐挨得極近，在外人看來，那視線就是衝我來的。吳小姐也停止抽泣，兩隻紅腫眼睛惡狠狠瞪我。她絕對搞錯了，姐姐明顯也感覺出不對勁，跨步將我擋住，聲音發寒：吳小姐，你盯我妹妹幹啥？阿瑩壓根不認識三皇子，甚至連半句話都沒聊。她死死盯着謝雲，嗓音分外清冷：三殿下，您剛提起的那個心上人，想必絕對不是我家妹子吧？阿瑩向來大門不出，跟您沒交情，您別引人誤會。母親這會兒也回過神，急慌慌擋在我正前方。沒錯，我家阿瑩單純的很，哪能結識皇子？謝雲深邃的視線這才終於落我臉上。二姑娘跟臣的確從未打過交道，更不是心上人。吳小姐滿眼懷疑的在我和大姐身上來回掃視，像在辨認啥貓膩。我順勢摟住姐姐手臂，輕輕皺起眉頭：大姐，我後腰實在酸痛，咱們回吧。大姐立馬變得焦急萬分：哎呦喂，你腰不舒服，咋還到處亂跑？快走快走！她搀着我往回趕，這一路上腳步飛快，直到避開了人群，我才勉強放下了心。進了帳篷，阿姐把我拽到床邊，弄了杯溫水塞進我手裡，隨後才重重地坐下身，氣急敗壞地說：你根本不曉得那吳心月有多煩人。到底怎麼煩人了？她撇了撇嘴巴。我一到林子，他就靠上前，像個刺蝟，非要我講我假模假式，說什麼沈家千金，平常不是挺牛的嗎？怎麼現在躲在後頭？你看他是不是腦有病？接下來呢？接下來我就跟他对罵起來了呀！他講不贏我，就非要比騎馬。我當時沒憋住就答應了，哪曉得跑到一半，竟然遇上了刺客，驚得我韁繩都差一點沒抓牢。但還好那些護衛跑得快，
太子帶着那群官兵，把那幾個刺客手全都給拿下了。他講得輕輕鬆鬆，我卻聽得後背發涼。皇帝聽聞這圍場裡頭溜進了刺客，勃然大怒，立刻吩咐嚴查。打獵也匆匆結束，大部隊就這樣浩浩蕩蕩地返回了皇宮。回家後，父親把姐姐喊到了書房，我在屋外等着，模模糊糊聽到父親問：那天太子幫你擋了一刀，咋不提呢？我心裡一顫，太子最終救了姐姐。前世裡是謝雲傷手，太子擋劍，因果輪迴，前世注定。這一世分明謝雲去救了吳新月。我本以為姐姐和太子兩人的那點聯繫早就斷了，哪知道我道過謝啦。姐姐的嗓音毫不在意。況且太子殿下不止給我擋了，也給皇姑娘、陳姑娘、趙姑娘全擋了。雨露均沾，这碗水端得可平呢。父親好像被无語到了，他接着講：我又不是沒謝他，那人家殿下也瞧不上我的謝。難道說我還非湊上去講什麼救命之恩沒法去報，只有嫁給他嗎？再講了，爹，太子殿下這一次救了好幾個姑娘，按這種講法，他恐怕要娶許多人了。我們家可不搞這套。父親半天沒講出話來，最終只嘆了一聲，交代他這段時間少瞎逛，就讓他退下了。我瞧了姐姐一眼，她對我眨了眨雙眼，拉着我的手臂回了屋子。等確定周圍沒人，我才問姐姐，你沒看上太子嗎？姐姐正在剝橘子，聽完手一停，沒看上。太子這人假得很，看看那姿態擺的，我都覺得累。如果真嫁給他，往後拌嘴都拌不起來。我講一句，他回一句哦，我還不得憋死？我沒忍住笑了。前一世姐姐跟太子恩愛有加，城裡誰不眼紅？太子妃穩重大方，太子溫柔和善，夫唱婦隨，客客氣氣。我從來沒聽過他們拌嘴的傳言，過去以為是感情深，現在琢磨，大概跟我與謝雲類似，就是表面和氣，相敬如賓的另一層含義是彼此不理。姐姐看我不吭聲，又摳了一塊橘子餵到我口中。好啦，別抽那些巴拉糟的了，快試試這橘子甜不甜？我眉頭一皺，被酸得變了臉色。這分明是酸的。姐姐放聲大笑，我盯着她，也隨着樂了起來。前一世，我老覺得嫁給謝雲是錯，姐姐嫁給太子是對。但如果姐姐心中也有她的不痛快呢？隨後的這幾天，家裡相安無事，宮裡頭查刺客這事抓得很嚴，外面草木皆兵的。父親囑咐我們兩姐妹少出門，以免惹出麻煩。姐姐是個根本閒不住的人，才過3天，她就悶得發慌，大清早衝進我屋裡，一把掀開我的被子。阿瑩，今天天氣很好，咱們去划船吧。我半眯着眼瞄了瞄外頭，陰沉沉的天，哪裡好了？去吧去吧。他晃着我的手臂，你整天窩在房間裡面，身上都快發毛了。我被他晃得眼暈，只能勉强答應了。姐姐興高采烈地去安排馬車，我慢吞吞地爬起來洗漱。我和姐姐的船划到了湖中心，湖面十分寬廣，涼風陣陣吹過，她正撥着蓮蓬往嘴裡送，心情十分不錯。哪知側邊猛然間竄出另外一艘船，徑直向我們撞了過來，伴隨咣的一陣巨響，小船猛烈顛簸，我都還沒來得及站住腳，整個人就沒了重心。姐姐嚇得大叫出聲，我們兩姐妹一同掉進水裡，刺骨的湖水眨眼間淹過了腦袋。我猛灌了一大口水，周圍盡是嘈雜的動靜。我不懂水性，姐姐也不懂，我使勁的撲騰，視線變得一片模糊，迷糊中看到側方一條船上有人影跳入水裡，水花四處飛濺，有2個人，他們一前一後都向這裡全力游過來。我這回看明白了，正是太子跟謝雲，他們全部奔着姐姐那邊游了過去。太子的水性非凡，搶先來到姐姐身前，單手托住她的腰，謝雲緊追在後面，卻在臨近時頓住了，因為姐姐已被太子救起，她停在水裡，眼神在姐姐與太子身上掃過，神情有些異樣。轉過腦袋，她看到了我，便朝我這邊滑了過來。我心頭發緊，前世是她把我從馬背救下，難不成今生還要被她從水裡拉上來？不，我不願，哪怕是被淹死，我也不想再嫁她，更不想再重複那樣的生活。我怕得用力蹬腿，本就不會游泳，卻拼命掙扎，居然把我推開了數米遠。冰冷的湖水入喉，辛辣又疼痛，但我也管不了，只想和他拉開距離，越遠越好。謝雲沒想到我有此反應，先是錯愕，緊接着快速向我追來。我滿是氣惶，水中掙扎哪抵得過專業救援？被他追到不過是時間長短而已，難不成我真的避不開嗎？就在謝雲快要抓到我的那一刻，一根釣竿突然從我頭頂降了下來，抓牢了。我抬頭看去，發現一艘漁船不知何時已經靠在了我的近旁，船頭上站着位白衣公子，頭戴竹冠，正握着魚竿遞到我的面前。我如同抓到了最後一絲希望，拼命握緊釣竿。他順勢把我拉上船去，我癱在甲板上，咳得仿佛要把心吐出，渾身浸濕，髮絲粘在臉上，極其落魄。公子收起長竿，俯視着我輕笑了一下，幹了這麼多年釣客，
沒成想今天釣到的不是魚，是只落湯雞。我試圖張口向他道謝，可喉嚨裡塞滿了湖水，一個字也說不出来。他沒計較這些，彎身遞來一件外衣，慢條斯理地說道：“先披上遮遮，省得着凉。”這時我才發覺濕透的衣裳正緊貼在肌膚上，身段顯露無遺，臉上一陣滾燙，趕緊拿過衣服包住身體，真想直接鑽進這甲板縫裡。慢着，姐姐人呢？我馬上直起身，伸頭向水面上望，姐姐已经被太子拉到了他们那艘船，披着侍卫递来的披风，她面无血色，不过瞧着不太严重，而謝雲卻還在水裡。她望着太子船上被大家簇擁照顧的姐姐，接着望向我這頭，臉上的神情變幻莫測。我立馬回頭對那白衣人道：“劳駕，能不能把船划過去？我姐姐在那邊。”他瞥了我一下，沒有馬上做回應。湖上刮過風，我濕透的身軀控制不住的發顫，上下牙打架。他皺起眉頭，突然扭頭對船尾的小厮說：“先把船靠岸。”怎么？我慌了。我姐姐在对面。你快冻成冰塊，等你換件乾衣服，喝碗熱湯再去見你姐姐，也不晚。你姐姐瞧着比你強多了，你如今這副模樣湊過去，是打算把她給嚇暈嗎？我被噎得說不出話，他又打量了我，視線在我身上停滯了一小會兒，隨後迅速挪開了。轉過臉時，耳尖隱隱發紅，語氣卻依然是那副毫不在乎的派頭。況且你這渾身濕透的模樣，跑過去讓全湖的人都瞧見。我低頭看了看全身，就算披了他的外衣，也掩不住全身濕透的難堪，髮絲依然往下滴水，整個人如剛從河裡撈出的落湯雞，臉蛋瞬間又發燙了。小船慢慢靠岸，那公子先跳下去，接着扭頭向我伸出手。我遲疑了一下，沒有伸手。他揚了揚眉：“怎麼，怕我吃人嗎？”男女之間得避嫌。我拉緊外衣，獨自抓着船邊翻了下去，腿一軟，險些跌在地上。他伸手假意扶一把，終究沒觸碰着我，小聲嘀咕道：“性子真倔。”隨後交代小厮去弄熱湯跟乾淨衣服。我杵在原地，心急地等候姐姐。太子的船已經抵達岸邊，姐姐正被人攙扶着走下船。謝雲站在離我不遠處，全身也都被浸透了，眼光卻一直盯着他的背影。姐姐踉踉蹌蹌跑過來，用力拉住我的手臂，反覆查看了好幾遍，眼眶都濕了。阿瑩，你還好嗎？身上有沒有受傷？我挺好的。我拉住她的手掌，察覺到她的手掌比我的還要冰。姐姐你呢？你沒受傷吧？我也沒有。姐姐鬆了一口氣，轉頭瞧了一眼後方跟來的太子。多虧了太子殿下相助，不然後果簡直不敢想象。語畢，他又略顯生硬地對太子彎腰行禮：“殿下，今日救命的恩情，改天我必讓家父上門致謝。”太子謝長黎雙手負後，瞟了姐姐一眼，語氣冷淡：“我救的是你，並非沈太傅，你讓沈太傅上門道什麼謝？”姐姐語塞，嘴角忍不住微微抽動，強壓下想翻白眼的念頭，咬牙切齒道：“那殿下的意思是要我親自登門道謝？”太子語氣平淡地答：“也行。”我懵了，他們之間是發生了什麼？我為何覺得太子似乎有點變了？謝雲停在3步之外，盯着我披着的那件外衣，嘴唇緊閉，最後總算是開了口：“二小姐披着陌生男人的衣服在岸邊行走，未免太不懂禮數。”我差點懷疑自己聽錯了，不懂禮數，他憑什麼身份教訓我？可笑！殿下，我落水了。倘若我現在把外衣脫掉，眾目睽睽之下才叫不懂禮數。披着它，是為了保住顏面。殿下若覺得不雅，不妨先轉過身去，我這就脫下還給人家。謝雲臉色難看，還未等及回話，阿杰已經護在了我身前。殿下，他的口吻也變得不悅起來。我妹妹全身濕透了，不穿大衣，難道讓她受凍生病？還是說，殿下覺得沈家女兒的命沒有一件外衣如何值錢？謝雲被懟得滿臉陰鬱，終究沒再多說什麼，只是眼神陰沉地掃了我一眼。阿瑩，別理他。姐姐攬住我的肩膀，低聲罵了一句：“真有毛病。”就在這時，一個嗓音從後方悠哉傳來：“衣服拿來了。”我回頭瞧見那名救我的白衣公子，不知何時來到了跟前，懷裡抱着一疊整潔衣物。他對我挑了挑下巴，語氣還是那副玩世不恭的調子：“我身邊丫鬟的，你先湊合着穿，去那輛車裡換，簾子遮嚴實些，別叫人看了笑話。”我伸手接過來，碰到他指尖時，才發覺他的手指修長潔淨，不像是個捕魚的人。剛要道謝，卻見他直接奔着太子的方向走了過去。大侄子，好久不見啊！大侄子，我愣住了。他看着和太子歲數相仿，怎麼張口就叫大侄子？太子眉宇間難得顯出幾分無奈感，他略微作揖，語氣恭敬中夾着一絲頭疼。皇叔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皇叔？難道他是當今聖上最小的弟弟，排行13，封號逍遙王？謝妃一直在外遊歷，多年未曾歸家。太后每次提起就嘆氣，嘮叨的全宮人都知曉。
經中關於他的流言多如牛毛，有說他浪跡天涯的，有說他出家修道的，還有說他早已不在人世的。等我換好衣服從馬車上走下来，姐姐已經等在旁邊了。她將我從頭到腳細細看了一番，見我衣着得體，臉色還行，這才挽起我的手臂，湊近小聲說了句：“阿莹，撞我們的那艘大船上站着吴新月。”我身形一停，姐姐，你看準了，瞧得明明白白。姐姐恨恨咬牙，船头撞来的那一刻，她就立在上面，盯着我落入湖中，连眼皮都沒動一下。到家以後，她馬上就找了父親訴苦。爹，吴新月今天在湖上故意讓船撞我們。父親双眉一緊，姐姐把经過從頭到尾講了一回。女兒求爹明早入宮，幫女兒討個說法。父親怒拍桌面：“你肯定他是存心的？”女兒肯定。母親双眼通紅，拽着我和姐姐看来看去。那姓吴的壞丫头是想淹死我的2个闺女啊！她越講越怒，扭頭瞪向父親：“你明早要是不去告此狀，我親自去敲響鳴冤鼓。”我也不是個軟柿子，哪能白白看着我2個女兒受欺負？次日一大早，父親果然遞了奏折。聽說金鑾殿內，皇帝立馬就沉了臉，派人叫來太子跟逍遙王問話。太子向來話少，竟也出面給作證。我親眼目睹，確實是存心。逍遙王則更乾脆，臣弟那時正在湖中心釣魚，親眼瞧着那船直直撞向沈家姐妹的船，撞擊之後，船上那位小姐立在船頭，盯着水裡的人撲騰，沒喊過半個救字。臣弟在外闖蕩久，還從未遇過如此狠毒的女子。這話講得很重，讓後來貴妃得知此事後，想去求情，剛張嘴就被皇上一眼瞪了回去。皇帝最終下旨，吳新月關禁閉3個月，吳府管教不嚴，扣薪半年。吳府領了旨，連個屈字都不敢提。深夜那吳大人更是被倆人一前一後蒙着麻袋揍了2頓，傳聞牙都磕掉好幾顆。近日上朝直漏風，母親冷哼一聲：“禁足3個月，真是便宜他了。”姐姐說：“娘，知足吧，要沒逍遙王和太子作證，貴妃去皇上面前吹2句枕頭風，這事兒恐怕早糊弄過去了。”母親聽完有些後怕，拍着心口：“這麼說，還真得好好謝謝逍遙王和太子殿下了。”等吳新月的事徹底解決，他就催着父親備了重禮，一份送太子府，一份送逍遙王府，表示救命之恩不能不謝。結果2份大禮居然原封不動的退回來了。父親回家之後，滿臉古怪的把這事學了一遍。太子那邊的原話是：“我救的又不是太傅大人，憑啥要他來道謝？”至於謝妃，他把禮單從頭到尾看了一遍，然後笑眯眯的退了回去，說：“沈大人，本王受江的魚是你們2小姐下走的，要謝也得她親自來謝。再說了，這種補品本王根本不缺，真想謝恩，就讓你們2小姐親自帶幾條魚來。”救命大恩就送幾條魚，我聽得一臉懵。姐姐同樣很無語。母親嘆口氣，瞅瞅姐姐又瞅瞅我：“那你們自己去。”姐姐滿臉不情願的應了，轉頭寫好拜帖，親自送去了太子府。我則拎着裝魚的筐子，站在了逍遙王府門前。侍衛通報完，我被人領進了一個水邊的小亭子。謝妃正躺在椅上曬太陽，看我進來，慢吞吞的抬了抬眼皮：“來了。”這是您點名要的魚。他坐直身子，朝魚筐裡面瞄了一眼，魚是後廚大娘挑的，在集市上還活蹦亂跳。可這一路顛簸過來，這會兒已經快翻白肚了。謝妃滿臉嫌棄的皺起眉頭：“你帶的這魚怎麼都快斷氣了？”我一聽這話，伸手去拿魚筐：“那不要了，我再拎回去。”“要啊。”他一把按住了魚筐子。“誰說本王不要？”我鬆開手，尋思謝意也送到了，起身準備告辭。“先別走。”謝妃突然開了口：“來都來了，既然是救命的大恩情，我再提個小要求，不過分吧？”我愣在原地。“還有啥要求？”“想不想喝碗魚湯？本王熬的魚湯絕對是極品。”我滿臉狐疑：“你還會做魚？”“你這是什麼表情？”他眉頭一挑：“是信不過本王的手藝，還是擔心湯裡下毒？”怕下毒倒不至於，就是覺得這事兒好像哪裡怪怪的。我明明是來道謝的，怎麼反倒成蹭飯的了？那就嘗幾口。謝妃立馬神氣十足地拎起那個魚筐，直奔後廚去了。她交代我在這兒等着，馬上就能出鍋。旁邊倒茶的丫鬟表情卻十分古怪，憋了好幾次都沒說話，最後只是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右眼皮直打顫，可謝妃早就把魚湯端出來了。瓷碗裡的魚湯十分濃郁，表面還撒着青蔥碎，賣相極佳，瞅着確實讓人食慾大增。快嘗嘗。謝妃把湯碗推到我跟前，滿眼期待的催促。我端起湯匙，淺嘗了一口，臉色瞬間就變了。清鹹撲鼻，直衝着腦門。邊上的丫鬟低着眉眼，神情非常無奈，滿臉寫着我早就猜到了。味道如何？鮮美嗎？
謝飛靠上前來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費勁地將那口湯咽下肚，深吸一口氣，強行擠出一絲微笑。王爺這手藝的確還有待提高。他臉上的笑瞬間凝固。你這話何意？就是鹽撒的太多，魚沒收拾淨，腥味太濃。丫鬟到底没能忍住，小聲地咳了一下，偏過了頭。謝飛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他立馬收起表情，規矩站好。难喝就直接說难喝。他轻哼一声，端回那個碗，亲口也嘗了一下。我猛然間想起來，那把勺子可是我剛才用過的。果真有些鹹，下回絕对美味。还敢有下回？我直接驚呼。那必須，你可還差我一條魚。不是早給過了？那幾條快要咽氣的，那哪能算？憑啥不能算？我好歹救了你一命，你就拿幾條快斷氣的魚打發我，至少得是鮮活亂跳的。我被他噎得啞口無言，只能干瞪着他。謝飛偏要送我回家，說是吃撐了，順便溜達下。我懵了，您老吃撐了，但那條魚没看你動嘴啊。我喝了幾口茶，茶也算飯。這家伙簡直強詞奪理，可我也懶得去吵，由着他吧，反正送就送，又不會掉塊肉。馬車搖搖晃晃來到沈府門口，謝飛挑起車簾瞄了一眼，講了聲到了，接着率先跳下馬車。我隨後下了車，他卻在那杵着不動。王爺不上馬車裡嗎？我待一會兒。你可以走了。我盯着你回府，假如你在門前跌倒，我能馬上拉你。我在自家大门外面跌倒？你這丫頭怎麼不明白報恩呢？謝飛滿臉痛心。前2天是誰把你從湖裡拉上岸的？此時此刻又是誰頂着在街上被車子撞的危險護你回家的？我尷尬至極，背後飄來他的喊聲：下次記得送自己釣的魚啊！聽不到，聽不到！我趕緊邁步回了家，剛進正廳就被姐姐嚇一跳。她正坐在椅子上，大口大口喝着水，丫鬟在旁邊不敢上前，桌上的茶水都快喝光了。姐姐，你咋回事？姐姐狠狠地把茶杯往桌上一放，滿臉氣愤。阿莹，你說这太子是什么意思？我心頭一震，前世时姐姐跟太子恩恩爱愛，為何這一世剛碰面就吵成這樣？發生啥了？我今天去太子府道謝，你猜他跟我聊什麼？他偏說我救他時碰了他，要讓我負責，我都沒打算賴他呢。他倒好，說自己失身了。他越講越火，前一世太子也不是這樣的啊。當初他少言寡語，不近女色，皇上指婚時他連眉頭都沒皺一下。婚後他跟姐姐客客氣氣，恩愛有加，從未聽過什麼賴賬、負責之類的荒謬話。怎麼這一世跟變了個人一樣？姐姐噼里啪啦又一頓說。頭一回在獵場，我跟刺客撞上，太子替我擋了一刀，我當時嚇傻了，整個人往前一栽，恰好倒在他旁邊，他恨不得躲到10里開外。跟他道謝也是不冷不熱的。今天我拿着謝禮去太子府，他竟然說救命之恩沒法證明，他下水救我，大庭廣眾之下名聲全沒，我準備怎麼負責？我瞬間無語。我怎麼負責？我都沒讓他負責呢，他竟然讓我負責，他不會是想訛我吧？姐姐突然拉住我的手，眼神火熱地盯過來。阿瑩，你說我現在要是找個尼姑庵去削髮，太子能不能放過我？我被她的目光嚇了一跳。姐姐，你說什麼胡話？姐姐沒說胡話。次日，她真的整理了一個小包袱，站在門口說要去找個尼姑庵修行。母親嚇得臉都青了，一把摟住她。婉玉，你傻了？好好的姑娘家出什麼家？父親更是慌得不行，伸手去摸她的腦門。這也沒法燙啊！婉玉，你跟爹講，是不是誰欺負你了？還是腦子抽筋了？姐姐把包袱往背上一甩。爹，我沒發燙，腦子也沒抽筋，我就是想明白了，嫁人有什麼好的？不如伴着佛像，清靜逍遙。我待在旁邊，順勢勸了好幾聲，但他鐵了心，誰勸都不理。父親拉不住，母親哭了一頭，也勸不住。我一張嘴，他就噎我。阿英，你別勸我，你要是我妹妹，就幫我起個好聽點的法號。你來真的啊，比珍珠還真，那叫斷情。惡心！這消息不知咋的傳進了謝長黎耳朵裡，他每天想盡心思毒姐姐，堂堂太子竟幹出翻院牆的舉動來。姐姐還當是毛賊，抄起棍子追着他揍了大半天。最近這陣子，謝飛上朝碰見我爹，每次打招呼第一句就是：申大人，二姑娘的魚打算幾時送啊？父親每次回家都要嘮叨一通，說襄陽王在朝堂上當着文武百官的面找他討魚，他這老臉實在快掛不住了。我沒招了，只好親自去釣。但釣魚這種活，瞅着簡單，幹起來難。湖邊垂柳下，我足足待了一整個下午，浮漂毫無反應，連只小魚苗都沒勾上來。烈日烤得我發暈，蚊蟲叮得我雙臂全是包，最終空着手回了家。謝飛卻不着急，他道：弄不到就罷了，換個法子
還情也是沒差的。哪种法子？尝我燒的魚。我琢磨他压根没想着要報恩，純粹是找試毒的。但我毫无推辞的資格，人家是王爺，救过我的命，眼下全朝廷都知道他施恩於我。我要是拒吃，明兒全京城都要傳神府2000斤忘恩負義了。只好屏住呼吸，又吃了好幾回，廚藝有長進，起碼能吃下去了。謝妃憋不住問我美味嗎？挺香。他疑惑地瞅着我，半信半疑嘗了一小口，表情糾結。你这家伙嘴還真硬。我也搞不懂他是表揚還是損我。今日謝妃總算不下廚了。今天不燒魚了，府裡的魚燒煩了，領你去酒樓吃。去酒樓吃什麼？吃魚，順帶學藝。他學什麼藝？人家大廚入手絕活，他也看不懂。車廂停在一間臨街的酒樓前，謝妃擺明是熟客，老闆剛把我們引到2樓雅間門口，我就察覺到一陣視線掃了過來，剛抬眼撞見了旁邊謝雲恰巧踏出門。打從墜河以來，我連他面都沒碰見幾回。謝雲每回登府給姐姐遞禮品，姐姐都拒收，連門都不准他進，甚至讓家丁傳話。若非殿下那天在圍獵時往我們這邊看了一眼，吳新月怎麼會盯上我們？我們怎麼會落水？遭那橫來之禍，往後勞煩三殿下別晃蕩在我的跟前，省得那日我無故又成了屈死鬼。謝雲想辯解，但姐姐壓根不留他開口的餘地。我本打算裝作沒看到他，徑直走進包廂裡，一隻手卻狠狠地抓緊了我的手腕。沈流瑩，你跟婉玉講了什麼？他為啥現在連面都不讓我見？另外，你怎會跟皇叔在一塊兒？你們到底啥關係？我痛地深吸了一口冷氣，偏偏甩不掉他的手。謝雲，快放手！你先告訴我，他非但沒放，還攥得更有力。是不是你在他跟前說什麼了？從前絕不會這樣。正當此時，謝妃從旁邊伸出手，捏住了謝雲的手臂。謝幽，你明知我在場，竟敢來招惹我的人。謝雲面色驟變。你的人？你們咋啦？不可以，趕緊放開！謝雲本能地鬆開我的手，我強忍腕部的不適，抿眉。姐姐不願見你，是她自己的事。再說大家都沒成家，我姐憑啥非得見你？你往我家送東西本身就不符合規矩，姐姐避着你才是對的。她的面容陰晴不定，視線在我跟謝妃中間反覆掃了好幾趟。皇叔，你了解她是什麼底細嗎？這女子城府極深，攀附權貴，非常拜金。你到底圖她啥？謝妃唇角輕輕上揚，笑得柔和。那可太棒了，我恰巧要錢有權，我甘願讓她高攀。謝雲的面龐瞬間蒼白，她扭頭走人的時候搖晃了一下，險些跌倒。走入雅間，我拿起茶盞喝了一口，平復了心跳，這才想起道謝。多謝王爺替我出頭。謝妃聽完掃了我一眼，有些靦腆地問：倘若我講，我剛才講的都是真心話的？我一愣，險些被茶水嗆死。阿瑩，我傾慕於你，還不夠直白嗎？啥？完全沒發現。要不是他表白，我以為他3番2次逼我吃他燉的魚，是打算毒害我。我以為我費勁的發聲，你叫我吃魚，純粹是為了侍衛。侍衛？謝妃呆了呆。我宅裡那麼多下人幫忙侍呢，幹嘛非要找你？那你到底圖啥？我聽皇兄講，愛慕一個姑娘，得先征服她的胃。當今皇上教的。況且我單會燒魚，別的東西我做一次，宅裡的丫鬟和侍衛就拉一回肚子，我哪敢拿給你嘗呀？他沒底氣地蹭了蹭鼻尖，我驚駭地盯住他。感情這陣子我咽下的魚是僅有沒毒的，那些丫鬟侍衛是拿命在當值。你的手藝全憑坑害周圍人摸索出來的。話也不能這麼講。謝妃仔細琢磨了片刻，他們並非每回都會鬧肚子，有幾次只是乾嘔。我無語了。那王爺到底看上我啥？我以前壓根不認識他。幼年時我不喜歡念書，遭你爹體罰，你悄悄塞了些糕點給我吃。我努力回憶，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呢？那一年我才多大？父親在宮廷書院教書，他是皇子，由於歲數小，太好動，隔三差五被父親體罰。我悄悄去尋父親那會兒，瞧見屋檐下獨自罰站的少年，順手塞了塊糕點給他。幾回下來，他也會特意帶好吃的糖塊送我。之後我吃甜食長出了爛牙，痛得半夜痛哭。父親查清原委，火冒三丈，說禁止我再碰糖果，也禁止我再去書院。打那之後，我就再沒去過。那個送我糖塊的小少爺長什麼樣，日子久了也想不起了，只記得他總愛臉紅，每當把糖塊遞給我的時候，耳廓邊都是紅的。你曾說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我念書很差，其他事情絕對很棒。之後我發覺我經商的確很棒，我捕魚也很棒。我難以置信，就因為我送了你一塊糕點。謝妃的面龐突然泛起了一絲微紅。你從河裡出來的時候，我感覺你就像那水仙子一般。我愣住了，臉已經燙到不能再燙了，心慌得像要從喉嚨裡跳出來。他問我，如果他來提親，我願不願意？殿下，我得思量一二。謝妃雖失落，
但也不慌。那你慢慢琢磨，我有的是功夫等。对了，阿莹还想尝什么？我可以做。我连忙说：别了，吃鱼就挺好的。除了鱼，别的我也不敢碰啊。用过了午饭，他非要拉着我上街。本以為只是閒逛一下，沒曾想他直接去了一家首飾鋪子前，選了半天，從櫃檯處拿了一根髮簪戴在我頭上。真美。我剛想張嘴說點啥，餘光突然瞄到對面停的馬車，轎簾被掀開一點，謝雲坐在裡面，直直地盯着我。真是的，他有病吧？一直守在這兒，這馬車停靠的地方恰好可望見酒樓的正門。謝雲的面色陰沉，雙唇緊閉成一道縫。我移開了視線，抬手碰了碰頭上的髮簪，衝謝飛道：多謝王爺，咱們走。跟着我剛才的目光掃了一下街道對面，唇邊得意翹起，抬手輕輕搭了一下我的後背，領着我朝另一個方向離開。進了家門，我險些認不出端坐在我眼前的那個人。姐姐換了一套道服，掌心握着幾枚銅板，像個大仙。姐姐，你這是在幹啥？打算出家了嗎？卜卦，阿瑩，湊近，我替你卜一卦。我靠過去挨着她面前落座，她仰臉瞅了我一下，視線在我臉上留了一小會，突然樂了，滿臉通紅，眉眼含情。據我掐算，你的真命天子來了。我叫她講的面龐更燙了。姐姐，你算的靠譜嗎？姐姐捶捶胸口，我查過書的，書裡記載的假不了。沒過幾天就是太后壽辰，宮裡設宴，我和姐姐跟着父親母親一起進宮。剛坐穩當，就感覺有人在盯着我看，抬頭瞧去，太后坐在高處，正慈祥地盯着我。我被盯得垂下頭，耳朵發熱，有些局促。太后回過頭，對着皇帝低聲說了幾句。皇帝聽完，不斷點頭，眼神也往我這瞄了一眼，嘴角露出一抹高深莫測的笑。我心頭一緊，總覺得會有什麼事情發生。對面突然有個身影站了起來，那是太子，只是腦門上怎麼還鼓了個包，脖子上甚至還有一圈牙印。他走到台前，向着皇帝行了一禮。父皇，兒臣想求一件事，兒臣心悅沈家大小姐很久，求父皇成全婚事。咔吧一下，姐姐把嘴裡的骨頭咬碎了，大夥全都看向了她。我趕緊遞過手帕去，她接過來，急忙地擦了擦嘴，滿臉通紅。皇帝笑得特別開心，大手一揮，準了，聖旨當場就擬好了，蓋上玉璽，成了定數。姐姐大大方方地跪下接了旨。我小聲問她：姐姐，到底怎麼搞的？你不是要當尼姑嗎？不是要出家嗎？怎麼突然就……姐姐湊近來低聲說：他把咱的小金庫都給我了，特別多的銀子，我從沒見過這麼多的銀子。後來呢？他說往後也全部給我。我暫時不想當尼姑了，也不想當道姑了。阿瑩，以後姐姐管你，等我把她銀子用完了再說。我沒料到她不肯出家的理由會如此簡單直接。看着她時，忽然想到了一個人。大殿的另一邊，謝雲坐在角落裡，低着頭，看不清神色。從始至終，姐姐都沒瞧過她一眼。有些事情重來100遍，結果還是相同。姐姐哪怕重來多少次，也絕不會愛上她。謝雲揚起臉，朝我看了看。父皇，兒臣也有一事相求。我心頭一慌，她這連臉都不要了。姐姐都已經定下婚約了，太子人就在邊上，文武百官和後宮娘娘全在。她打算幹啥？奪婚？兒臣心悅沈家二小姐已久，求父皇賜婚。我驚得險些一口氣沒喘上來，她居然想娶我。前世將我娶進門，冷淡了我大半生，這一世還要來。我本能的朝姐姐身旁躲了躲，雙手緊緊的抓着她的衣袖。謝雲立在宴席正中，衝我這頭望過來，眼神柔和。我同沈二小姐真心相愛，願以餘生共赴山海。我沒忍住，直接喊出聲：我跟三殿下不熟。謝雲如同完全沒聽到般，衝我笑了笑。阿瑩，你可千萬別誤會我和吳小姐。那天打獵，她撲向我是個巧合，我跟她啥什麼也沒有。我來到正中，跪下好。陛下，小女跟三殿下沒有半點交情。接着壓低聲對謝雲道：你瘋了，我根本不愛你。他倒像是吃了秤砣，小聲回敬我：阿瑩，我明白你也重活了，是我上一世腦子不清醒，誤將好感看作是愛情，結果怠慢了眼前的人。前世的確是我虧欠了你，今世我只盼着能好好補償你。我面容一瞬間慘白，雙眼止不住的發黑。他也重活了，他講要補償，但他都不問問我想不想被補償嗎？就在我幾乎要喘不上氣的時候，一個人影從側面走過來，咣了一響，謝雲被一腳踢飛了。謝飛站在他的跟前，高高在上的看着他，面部看不到一點笑容。你剛才說打算要求娶誰？阿瑩可是我的準媳婦兒，你竟然敢惦記長輩之妻！全場傻眼，皇帝跟太後的面容瞬間就沉了下來。謝雲捂着胸口再次跪好，抬頭看着謝飛，不服氣道：胡說！你到底啥時候跟阿瑩在一起的？你不能仗着有恩於阿瑩，
我和阿莹才是真心相愛。他的视線繞過謝飛，径直落在我身上。你知道他后腰上有一顆红痣？感觉我的血液都被冻结了。他竟把前世的记憶当成这一世对付我的武器，爹娘也气壞了。我趴跪在地上，后背控制不住的发抖。小女和三殿下干干净净，绝无什么。小女不知殿下从哪儿听来的这种离譜造谣。小女，我该怎么證明自己的清白？只要让嬷嬷一查驗，但憑什麼？憑啥他隨口一說我就得查？憑啥他輕飄飄一句話就能把我架在火上烤？我咬緊牙關，眼眶酸得發疼，卻一滴淚都不肯掉。謝飛壓根沒等我講完，他衝上前去，一把揪住謝雲領口，緊接着拳頭就瘋狂砸下。你算老幾說驗就要去驗？千鈞一髮之際，又有聲音響了起來。皇上。吳新月從座位上站了起來，面色慘白，眼眶發紅。小女有些話想講。全場人都轉頭看他，他走到大殿正中間，朝皇上太後行了個禮。其實那有紅痣的人是我。宴席上頓時響起一片竊竊私語。吳新月接着講道：那天三殿下喝多了，認錯了人。三殿下的大腿內側長着一塊胎記。滿大殿的人瞬間都雙眼放光，謝雲的臉色瞬間青白交替，大聲喊：吳新月，我什麼時候和你？吳新月的眼淚終於掉了下來，聲音哽咽：就在3天前，你還發誓會向皇上求娶我，沒想到。太后皺起了眉頭，瞥了吳新月一眼，冷冷發問：你說你身上長有紅痣？他滿眼含淚，卻神色堅決。小女願驗身。太后微微頷首，立刻安排旁邊的許嬤嬤帶她去後堂。沒過多久，許嬤嬤回來，湊在太后耳邊悄聲嘀咕。太后的臉色立馬緩和下來，點了點頭。腰間確實長有紅痣。至於謝雲大腿上的那塊胎記，皇上和太後早就清楚。事情發展到了這個地步，已經沒什麼好廢話的了。皇上滿臉不耐煩地擺了擺手，語氣滿是嫌棄。既然這樣，賜婚吳新月給三皇子，擇日完婚。謝雲還想開口狡辯，但皇上一個冷厲的眼神掃來，嚇得他把話全憋了回去。我長長舒了口氣，謝飛衝我悄悄擠了擠眼睛。太后見事情擺平了，轉向我和謝飛時，臉上又堆起了笑。13，你剛說沈家二丫頭是你的未婚夫？謝飛立馬挺直了，恭敬地鞠了一躬。回母後，確實，兒臣與沈二小姐兩情相悅，已約定終身，只是還沒請旨賜婚。這事兒皇兄心裡也有數。太后樂呵呵的點了點頭，皇上大手一揮，同意。沈二小姐許給逍遙王謝飛挑個好日子完婚。宴席散場，我截住謝飛，問他怎麼回事，吳新月為何回？謝飛樂呵呵的攥緊我的手。吳小姐中意謝瑜很久，這偌大京城誰不清楚？我只不過是透露給了她點兒她沒聽過的事情而已，比如謝瑜身上的胎印。至於那顆朱砂是真是假，全靠太后跟前的許嬤嬤一句話。我這下子懂透了，許嬤嬤是太后跟前的心腹嬤嬤，侍奉了太後大半輩子，在宮裡發話比好多娘娘都管用。她講有那就有，她講沒有那就沒有。你買通了許嬤嬤？咋會呢？許嬤嬤是從小盯着我長大的，幼年時我偷跑出門玩，全是許嬤嬤替我做的遮掩。我笑了。謝飛嚴肅說：方才在大殿事發突然，講了你是我的準媳婦兒。如果阿姨還沒拿定決定，我就去跟皇兄講我有重病。等你啥時候點頭要嫁我，我再講我病好了。謝飛看我不出聲，覺得我在糾結，趕忙揮了揮胳膊。沒關係，別心急，重病這種病啊，好辦好辦。皇兄查起來，我就講當年在外瞎逛帶回的暗傷，耗個1、2載再看，很合理。我瞅着他，心底湧出一抹甜。我答應的。你講什麼？沒聽懂嗎？那就拉倒。別，不能拉倒，我聽到阿武講答應了。他跟在我身邊繞前繞後，非要我再當面講一句答應。完婚之後，我嚴禁謝飛再下廚了，哪知他樂呵呵的炒了幾盤菜給我父母送去，說是去孝順二老。當天夜裡，沈家小厮慌忙跑來找我，說老爺吃了姑爺的菜，臉色發綠，險些去見閻王。等我趕到時，父親正癱倒在床上，面龐毫無血色，雙唇發烏，太醫在旁邊扎針。母親倒沒啥事，只因吃得少，連拉了3天肚子，身形直接瘦了1圈。他站在梳妝鏡前打量，摸着自己明顯變細的腰身，扭頭對我講：去通知阿凡，明兒再做一桌。娘，您沒開玩笑吧？生下來多美！我媽美滋滋地轉了個圈，那這3天也值了。我徹底無語。另一頭，姐姐完婚後跟太子簡直如膠似漆，道姑也不當了，尼姑更沒眼了，每天一睜眼就是領着我去瘋狂掃貨。太子怕她逛得不盡興，還專門派人送來大把銀兩。姐姐說，太子做了場夢，在夢境中，他明明喜歡我，喜歡得不得了，卻因為性格如此，
故作矜持，害得我過得不開心。他直言，等夢醒之後，自己真是後悔的不行。我猛地一驚，難不成太子這也是重生了？姐姐感嘆道。我勸他，那只是場夢，就算真在夢裡，我也絕不委屈自己。沒有男人，不是還有銀子嗎？謝雲的生活也並不安寧。成親那日，他站在婚房裡，遲遲不肯掀蓋頭，讓吳新月在杯中加了料，騙着他喝進肚裡。那一晚就沒能邁出婚房。次日到了大中午，才從屋裡現身，面容枯槁，雙腿都在發軟。吳新月反倒神采飛揚，不慌不忙地对鏡梳妝，樂呵呵地給全府下人賞了碎银。自那之後，只要吳新月想，他總會給謝雲餵一碗湯，無論他身處何方，無論他正忙些啥，在書房看書，湯遞來；在院落中舞劍，湯遞来；就算在茅房裡蹲着，湯也能順門槛底端遞入內。幾個月折騰下來，太醫上門了，稱謝雲恐怕是难有子嗣了。吳新月戳着他的鼻頭罵他好看不顶用。我喂你是盼着你能行，不是讓你生病。你身體不好赖誰？这两人闹到了皇上跟前，满朝百官豎起雙耳，聽賢士一位比一位興奮。陛下聽罷，無語了半天。你們兩口子屋裡的話，別搬到朝堂裡來講，寒碜。謝雲被大夫確診極難生養之後，吳新月慌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為了看病，開始走偏門，連神棍都找進門來了。一道偏方下去，謝雲居然中風了。謝妃告訴我時，滿臉得色。我靈光一閃，你幹的？他略微心虛。還有你姐姐，她路子廣，不知道哪兒找來的道士，我僅給了藥。我私下聽聞，吳新月花着謝雲的銀子，在府外包了3名替身。他見人就怨謝雲虧欠了他，毀了他的清譽，蹉跎了他的年華，並說謝雲反正已中風了，花他的銀子養幾個替身怎麼了？全當是他補償。